结婚第一天，富家千金就提了一个离谱的要求。I do. 原来富家千金未婚先孕被前男友抛弃，父亲为了家族名声，只能将女儿下嫁给农夫。可男人不仅不嫌弃，还承诺会把他的宝宝当成亲生的。婚后男人更是对千金好到了骨子里，他随口一句想游泳，男人就开着挖掘机给他挖泳池。男人知道千金是考古学的研究生，而自己只是种地的农民。为了找到共同语言，男人主动去图书馆借书，有空就看书学习，希望这样能走进千金的心。可他没想到，尽管做了那么多努力，千金心里还是只有前男友，甚至瞒着他偷偷给前男友写信。富家千金叫丽薇，出于自我惩罚的心理，她同意了父亲安排的婚事。丽薇的美貌出乎雷的意料，丽薇落落大方，她却紧张到不敢直视。倒水的时候，手抖得差点拿不稳杯子。丽薇想再确认下他会不会反悔，可雷的态度很坚定，他只是想不通。You're so fine, I can't believe any man would ever do this to you. 丽薇有点触动，至少这个男人是善良的。婚礼上，雷尴尬地意识到自己忘记准备戒指了。丽薇赶紧解围，说她不需要戒指，对这桩包办婚姻，她本来就没多少期待。就这样，两个只见过一面的人成了夫妻。仪式结束后，雷开车带丽薇回家。他住在远离小镇的乡下。下车的那一刻，尽管有心理准备，可丽薇还是被这里的荒凉震惊了。她穿着高跟鞋踩过泥土，显得和这里格格不入。进屋前，雷绅士地帮她开门。Welcome home. 雷的家就和他本人一样简单朴实。雷带丽薇参观了家里的各个房间，还说自己曾经有个弟弟，但后来在珍珠港牺牲了。雷把主卧留给丽薇，她松了口气，这意味着她并不需要和雷睡在一起。雷还贴心地给浴室新装了热水器，这样丽薇随时都能有热水用。可丽薇更关心家里有没有电话。雷有点尴尬，这里想打电话必须去镇上。吃饭时，雷表示如果丽薇不愿意下厨，以后他可以负责做饭。丽薇从小娇生惯养，确实不会烹饪，她想去图书馆借一本烹饪教程，这样也算尽点妻子的责任。可她低估了这里的偏僻，图书馆要开车1小时才能到。雷察觉到丽薇的失落，便主动问起她的学业，可丽薇说的什么特洛伊，他根本听不懂，话题再次终止了。看丽薇吃完，雷主动起身收拾碗筷，又问她需不需要吃甜点。雷从始至终的体贴让丽薇疑惑，他终于忍不住问她为什么愿意接受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。可雷的回答简单的出乎意料。Maybe it'd be God's will. 随后雷说农民得早起，便早早到了晚安进房。丽薇独自回到房间，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结婚了。她忍不住拿出项链，里面是一张前男友的照片。痛苦和迷茫再次袭来，丽薇感觉人生无望了。第二天，丽薇睡到很晚才起，这时雷已经干完农活回家了。家里的狗热情地往丽薇身上扑，雷看出她的反感，赶紧制止。丽薇说自己想开车去镇上打电话，雷不放心，主动提出陪她一起，顺便帮她借烹饪的书。虽然这个举动很贴心，但丽薇更想一个人。到了镇上，除了丽薇需要的，雷还特地借了照顾孕妇和考古相关的书。他很期待和丽薇在一起的生活，可他不知道，丽薇之所以打电话给姐姐，是为了打听前男友的消息。然而这一次，丽薇又失望了。回家的路上，雷教丽薇驾驶卡车，她学得很快，脸上难得露出了笑容。路上他看到很多日本人，雷告诉他，他们是集中营的难民，被政府派来为农场工作。周末这天，雷带丽薇去教堂做礼拜。七大姑八大姨看到丽薇很惊讶，他们八卦的打听两人是什么时候坠入的爱河。丽薇很尴尬，还好雷及时出现，说要去钓鱼才解了围。小船在湖中央飘飘荡荡，午后的阳光懒懒地洒在丽薇身上，她美得就像一幅画。雷看呆了，丽薇随口问道，这里能不能游泳？雷表示湖底全是淤泥不能游，内心却暗暗记下他的喜好。这段日子枯燥的农场生活让丽薇很孤独。这天她无意发现一对日本姐妹正在观察蝴蝶，丽薇上前打招呼，交谈一番后，丽薇得知姐妹俩已受过教育，她很开心终于找到能说得上话的朋友。几天后，丽薇去医院做产检，孩子已经4个月大了。出门后，雷关心地问宝宝好不好，丽薇却心情低落，她担心宝宝出生后别人会说闲话。 I don't care what people think. They won't say a thing. Why is that? Well, they want the best for us. 丽薇很惊讶，这个看似温吞无趣的农夫，内心却比任何人都强大。这晚丽薇第一次下厨，看到他认真的样子，雷不由自主靠近，他很想抱抱他。丽薇感觉到了，身体有一瞬间的僵硬。雷尊重的没有再向前。饭端上桌，雷迫不及待尝了一大口，从他上头的表情可以判断味道是非常之刺激。雷喘着粗气说好吃，然后趁丽薇不注意赶紧蹲喝水。与此同时，屋外传来挖掘机的声音，
原来是雷租来的。What are you doing with that thing? Said you like to swim. Dig you a hole so summertime you and the children can go swimming. Children? 丽薇压力倍增，她可没想过和雷生孩子。姐姐一家也来帮忙，丽薇和姐姐在一旁围观。雷的挖掘机技术显然需要去蓝翔进修，丽薇过意不去。雷为她弄出这么大阵仗。I didn't ask him to do that, to dig a swimming hole. I don't know why he's going to the trouble. He just wants to please you. 几天后，姐姐过生日，举办了舞会。去的路上，丽薇看着周围一成不变的景色，她不理解这里的人难道从不对外面的世界好奇吗？可雷表示，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土地上。丽薇有点不屑，他说历史上每次战争都是为了土地，但这对历史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The span of a life. It's near everything. 这一刻，丽薇突然意识到，她总是带着知识分子的优越去审视雷，可雷的精神世界远比她想的更加富足。到了舞会后，丽薇说她不会跳舞，雷便陪她坐在一旁。可丽薇注意到，雷不自觉地打着拍子，丽薇不忍心再拘着他，便主动邀请他跳舞。雷带着丽薇跳起简单的舞步，在舞池中央转圈，丽薇也渐渐被周围的快乐感染。舞会后，姐夫深情地送上祝福，丽薇很羡慕，她也曾渴望拥有这样的幸福。这段时间，丽薇和姐妹俩成了朋友，可雷知道后反应却很冷淡。You blame them for Pearl Harbor, for Daniel? I'm not as stupid as you think. I know they're not the same people who bombed Pearl Harbor. 两人第一次争执起来。Can't tell you how good it is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other than crops and the weather. 雷沉默了，他这才察觉到丽薇的内心是孤独的。随后两人去姐姐家吃饭，姐夫一开口，果然又是聊重点。丽薇轻轻摇了摇头，雷注意到了，他赶紧转变话题。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Troy, city of the lost one. 丽薇心里说不出的感动，为了回馈雷的好意，她也主动询问起他的种植计划。饭桌上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，两人对视一眼，情感在不知不觉间流动。这晚上楼前，雷凑近丽薇想亲吻她，丽薇躲开了，但她的心却乱成一团。几天后，丽薇惊喜地发现姐姐来了，姐姐吐槽这地方好破，看到丽薇她更心疼，眼前的她哪还有半点富家女的气派。姐姐这次来是想接丽薇回家生孩子，她还自作聪明的计划，只要丽薇回家散播谣言，说雷家暴酗酒，这样就没人追究她是单身妈妈。 No, that's not Ray. Ray's the most gentle man I've ever met. 第二天，丽薇送姐姐离开，临走前，她拜托姐姐帮她寄封信，而收信人正是那个失联的前男友。姐姐走后，丽薇去找雷，她正哼着一首童谣，说以后打算唱给孩子听。丽薇告诉她，姐姐打算让她回家生孩子。雷很失落，可丽薇接着说，不过姐姐已经走了。虽然表达得很含蓄，可雷还是明白了，她不会走了。丽薇渐渐爱上农场的生活，她没事就和姐妹俩研究蝴蝶。这天送姐妹俩回去的路上，他们碰到一群德国战俘，其中一个人看了妹妹很久，明显对她有好感。回家的路上，丽薇无意发现一个防空洞，里面有很多老物件，她赶紧把这些都搬回家，还兴奋地向雷炫耀，而雷宠溺地看着她，觉得她可爱极了。不久后，妹妹一脸甜蜜地告诉丽薇，她恋爱了，对象是一个看管战俘的军官，她想让丽薇见见男友。丽薇答应了。这晚丽薇回家时，发现雷竟然烧了她找来的老物件，她很生气，雷赶紧灭火拯救，随后拿着残存的破布袋子向她道歉，她误以为这是垃圾。Do anything to make you happy. 第二天，雷留下一张纸条，他让丽薇去地窖看看，那里有很多她喜欢的东西。丽薇果然没失望，她把东西搬出来清洗擦拭，然后用来装饰农场。狗狗在一旁默默陪伴，而雷也按照她的要求改造屋子。这段时间，雷还给家里装了电话，丽薇开心坏了，她压抑的内心在慢慢痊愈。这天，雷带丽薇去墓地，雷很想念弟弟，这是丽薇第一次看见他的脆弱，她竟然有了心疼的感觉，两人的距离也似乎不再遥远。丽薇真正爱上了农场的生活，她甚至开始在门前种地，曾经让她反感的狗子，现在成了她最忠实的跟班。每到晚上，丽薇都会提前做好饭，等着雷回家。看到雷的卡车，她就会很开心。可这天雷很反常，他一进门就大发脾气，说狗不能进屋。丽薇解释今天下大雪很冷，狗会冻坏的。可雷一反以往的温柔，他拿出一封信，竟然是前男友寄来的。丽薇很后悔。Ray, I made a mistake. Which mistake would that be, huh? Being with him or marrying me? Would it be easier if I left? 雷从未感觉如此心痛，他忍不住吻了丽薇。Is there anything you like about me, Livy? 之后，丽薇去找雷的姐姐，她坦白，这几个月她一直在给前男友写信，以为他会尽父亲的责任，可她没想到，对方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，而他竟然为了这种人伤害雷。丽薇不好意思再待下去，
决定在感恩节后离开。这晚，丽薇在睡梦中边哭边喊着妈妈，雷赶来安抚，丽薇痛苦又自责。After Mom died, I'm so lonely. I gave my life away just to be held by a stranger. How could I do that? You are such a good. Thank you. 很快到了感恩节这天，家里的每个人都在感谢生活的赐予，而丽薇的心里也充满感激。丽薇动情地感谢大家的谅解，这个家给了她太多温暖，只可惜等到失去时，她才意识到这有多珍贵。几天后，丽薇收拾好行李，她下楼跟雷告别，却发现雷竟然让狗进屋了。她总是愿意为了他改变，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。I've fallen in love with you, and I love that baby. For me, you're the best thing that's ever happened. Livy, you're a fine and talented woman. You're a pitiful cook, but it doesn't matter. I can do the cooking. I know you had your heart set on going to faraway places, but there's a good bit of history right here in Otero County. If you like Indian canyons and dugouts, I'll help you find them. 随后，他掏出戒指，说是弥补婚礼当天的遗憾。 Ray, the truth is, I don't know if I deserve you. I know, because someday you're gonna forgive yourself. 这句话戳中了丽薇，她一直在为过去的错误怪罪自己，可现在雷让她明白，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丽薇戴上了戒指，她准备去赴姐妹的约，就回来和雷好好在一起。妹妹带来了男友，是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男人。上车后，妹妹说想送男友去南部边境线。丽薇反应过来，男人其实是个战俘。她理解妹妹是因为孤独，但帮助战俘会被判叛国罪。她当机立断让姐妹俩下车，由自己来解决这事。她把战俘带回家，故意把钥匙放在桌上，然后让他去楼上换身不显眼的衣服。趁此空隙，丽薇赶紧把卡车上的油箱拿走。等男人下楼后，她假装客套去倒饮料。等她一转身，男人就拿着钥匙开车跑了。与此同时，丽薇的羊水破了，她赶紧打电话报警。果然，战俘没走出多远就被抓了，而丽薇则强撑着烧掉战俘的衣服。随后，她把项链扔进大火，彻底告别了过去，而新生也随之到来。Get ready for a baby. I'm ready. 不久后，丽薇顺利生下宝宝。雷哼起之前唱过的童谣，满心满眼都是宠溺。丽薇温柔地注视着雷，爱意再也掩藏不住。有句话说，一个温柔的爱人能治愈一半的人间疾苦，而雷和家人正是用温柔的力量治愈了丽薇。丽薇未婚先孕，可雷从不以过去评判她。而雷的姐姐第一次见面就送了礼物，毫无芥蒂表示了接纳。片中还有个很温暖的细节，丽薇担心自己太早显怀，别人会说闲话，可雷却说他们只想让我们幸福。这是丽薇从没想过的角度，原来看待世界的方式会影响我们对幸福的感受。也正是从这开始，丽薇渐渐被雷吸引。人格的高低与学历财富无关，知识让丽薇骄傲，而思想让雷不凡。他始终以丽薇需要的方式去爱她，他用日复一日的守护，让丽薇重新找回爱人的勇气。这个世界最坚不可摧的感情，不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激情，而是在生活的消磨中依然能守住最初的心动。现实中人们为真爱设置很多标准，也总是陷入迷茫，但希望这部电影能提醒你，幸福没有标准，自己喜欢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。